路过的听众，先別急着走，萬華這場雨已經下了2000年。古書裡寫的是造處，這世道講的是報應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沒了蹤影，有些人醒來卻發現身上長出了毛。我整理了5份檔案，記錄了5個把靈魂賣給漁網，最後換來一身畜生皮的倒霉鬼。拿穩你的手機，鎖好你的房門。东晋年間，豫北有個男人，他在田裡撿到了3件衣服。那不是絲綢，那是從身上硬生生撕下來的皮，還帶着熱氣。男人藏了皮，也藏住了這個怪物的命。他以為取回的是仙，卻沒聞到屋子裡那股子鳥屍的腐臭味。他在等皮乾了，好重新縫回身上。皮找到了，6年的人債該還了。子不語，怪力亂神。原為曾在造出秘法，剝人皮，趁虛熱包在全身，謂之嫦娥拳。這不是雜耍，是人間地獄。清代市井出奇犬，能直立，能歌唱，聲如幼童，哀婉動人。眾人稱奇，卻無人聞到那皮囊下散發出的陣陣浸透骨髓的腐臭。看客拍手叫好，聽其哀啼以為妙音，全然不知死期將至。其實那不是歌，是靈魂在皮囊裡被擊碎、被溶解的求饒聲。那術士以為控制了鬼神，卻不知怨靈早已在皮囊下扎了根，吞噬其骨血。債總是要還的，這隻狗不唱了，它要跟你們討回那層皮。万華這幾天的雨，洗不掉這股子腥臭氣。這雨下的人心發慌，像是要把地底下的陳年舊債都給翻出來。我是林老先生，在這個電話亭裡，我守着幾本不該被翻開的書。這卷《聊齋志異》裡記的野狗，我不吃腐肉，
活轉吃人的毛髓。清朝顺治年間，山東那一帶鬧兵荒，死的人比活人多。有个農夫深夜趕路，遠遠看見路邊橫豎一具具屍體。這年頭，死人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那些屍體的頭蓋骨竟然全都被整齊地掀開了。農夫停下腳步，黑暗中有一雙發綠的眼睛在盯着他。那不是狼，也不是普通的狗，那畜生體型大如牛，毛髮濕黏，嘴角滴着白色的粘液。駝在等農夫斷氣，等那一口最新鮮的滋味。農夫瘋了似的爬上枯樹，屏住呼吸。樹下傳來陣陣令人作嘔的攪動聲、舔舐聲，那是骨骼碎裂的聲音。農夫低頭一看，那野狗正優雅地舔着死人的頭顱，眼神卻直勾勾地望向樹梢。出门在外，別看那一口熱騰騰的燒，你以為嚼的是麥香，其實那是上一個趕路人的骨髓。今晚林某帶你去看板橋店，看三娘子在瓦盆裡拌的是什麼料。汴州板橋店的三娘子美得不像凡人，但這店裡從來沒有第二個活人。趕路的人累了，看見熱餅好肉就沒了防備。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三娘子標好了價碼。撒豆成兵是仙術，但這灑水成牛是把人磨成畜生的寫法。只要這小人一動，遠處的魂就得跟着走。這餅是用那些消失房客的血肉灌溉出來的種子。只要吃下一口，這輩子就再也做不成人了。幾聲響亮的蹄聲後，這世上又多了幾頭畜生。惡人自有惡人磨，這最後一口餅輪到他自己嘗。他沒想到自己種下的因，最後要自己咽回肚子裡。
孔子說死不與怪力亂神。清代大學者紀曉岚血清筆記載過一種陰邪之物鱉寶，它根本不是寶，而是養在活人血肉裡的蛊。想發大財嗎？只要讓它鑽進你的身體，吸你的血，啃你的骨髓，你就能擁有后世地下金银的能力。曾有個廚子在一只大鱉的肚子裡發現一塊奇肉，形狀像嬰兒，連眉眼都齊全。他以為自己撿到了通往潑天富貴的門票，他親手割開腋下，主動把這怪物迎進體內。鮮血是祭品，劇痛是代價。從此他真的能看见土下3尺的寶藏。這味兒對了，他真的發財了。可每到夜晚，他都能聽到體內傳來咀嚼聲。那怪物在他骨縫裡啃食，像是一點一點雕刻他的內臟。鱉寶不斷長大，而他卻不斷縮小。這不是交易，是一場活生生的替換，一場關於貪婪的肉體獻祭。到最後，他求死不能。鱉寶要撐破躯壳，需要更多鮮血。他活着唯一的意義，就是給體內的怪物持續餵食。他的血被吸乾，骨被啃盡，那鱉寶竟長出了屬於自己的脊椎，一點一點把宿主的人皮生生撐裂。當寶物真正現世，就是宿主死亡之時。財寶堆成了山，人卻化成了灰。不管是萬華還是任何地方，想發橫財的人從來都不缺，卻不知道所有天降富貴的背後，都有一張流着口水的嘴。被財迷心竅的人永遠看不見鱉寶，等你真正看見他的時候，他已經在你心窩裡安了家。5个故事講完了，你還在嗎？很多人問我，林老先生，這些怪物現在都去哪了？呵呵，你去街上看看，那些穿着西裝、塗着口紅的，真的都是人嗎？還是他們只是在等一塊三娘子的臉？4月的雨要停了，但這股畜生味怕是散不掉了。我是林老先生，入庭聽書莫回頭。聽，你背後是不是有抓鬧聲？5月是娘子的季節，那些美得讓你心顫，卻能讓你死無全屍的女人。